在这个闹天灾的饥荒年代，一个女子顶着风沙来到我家求亲，但我的心里只有村花王小玲，奈何我经不住母亲的劝说，便娶了她。婚后第3天，我得知她已经有2月的身孕，可她竟然说那孩子是我的，再加上母亲的病逝，我并没有给她解释的机会，直接就是拳脚相加。自那以后，我只要心情不好，就会对她家暴，也从没给过她解释的机会。不久，我便把她卖给了乡里粮食所副所长家的儿子。秦薇被拉走的时候，那绝望的眼神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。我拿着卖媳妇得来的2袋小米，成功娶到了村花王小玲。可好景不长，王小玲嫁过来之后，什么活都不干，还要吃饱穿暖。可大旱年间田里颗粒无收，我只好冒险去赶山。最终我被熊瞎子咬断了2条腿，我躺在床上成了废人。被王小玲榨干以后，她拿着家里所有的吃穿跑了。等死的滋味非常难熬，在临死之前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这么多年的一幕幕，尤其是秦薇被拉走时那绝望的眼神。秦薇被买走后遭到了强行打胎，最终1尸2命，而且秦薇走得非常痛苦。弥留之际，我想起了很多以前想不起来的事情。母亲去世前，隔壁屯办喜事，我去吃席，结果喝了个酩酊大醉，最后就钻进了老秦家。老秦家炕上躺着个姑娘，水灵又漂亮，她就是秦薇。我趁着酒劲钻进了人家的被窝，这也难怪那么善良漂亮的姑娘，怎么会主动要嫁给我这个臭名昭著的混蛋？她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我的。一回忆到每次对秦薇家暴和秦薇被拉走时的眼神，最终我带着无尽的悔恨走了。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重生了，这就是我卖媳妇的那天，媳妇应该还在家，这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我的好媳妇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这一世我定要护你周全，再也不会让你挨饿受冻。元芳，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跟你拼了！秦薇2只手拿着刀，就像是一只受了惊吓的小白兔，楚楚可怜，每一个眼神都像刀子一样剜进元芳的心里。媳妇，我错了，我不卖你了，你打我吧。秦薇愣了一下，元芳昨天还打了他，一夜间他怎么可能就变了？秦薇自知不是元芳的对手，她跪在元芳面前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。元芳，求求你别卖我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吃的都给你，我生是袁家的人，死是袁家的鬼，我求求你了。元芳的眼泪在眼眶里噙着，她也跪在了秦薇面前，狠狠地给了自己一耳光。媳妇，以前是我混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从今往后我元芳发誓，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他不是没想过元芳会浪子回头，可是他的期盼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毒打。渐渐的，他也不希望元芳能回头，只希望打他的时候能轻一点，别伤着肚子里的孩子。这个男人难道真的变好了吗？元芳，我来接你媳妇了，2袋小米准备好了，赶紧把人带出来。元芳，你要是把我卖给他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元芳，我求求你，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。媳妇，我知道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娘俩，当一个称职的丈夫，当一个称职的爹。秦薇抬起头来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元芳要是真能浪子回头，让他少活20年，他都愿意。元芳，你快点啊，是不是搞不定你媳妇？门打开，让我进去，我来治她。怎么办？薛岩上门要人来了，我们得罪不起他啊！薛岩要是不给咱们救济粮，哪怕村长说情也没用了。怎么办？薛岩上门要人来了，我们得罪不起他啊！薛岩要是不给咱们救济粮，哪怕村长说情也没用啊！10位天系统绑定中，奖励宿主1立方米空间，绑定对象秦薇，宝石度2，目标对象宝石度增加，可获得额外奖励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个系统，媳妇就再也不用挨饿了。家里所有的活都是媳妇干，自己怀孕不说，还要照顾我这个混账东西，结果还每天吃不饱饭。这一世我定不负你。元芳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再不出来，我可就破门进去了。元芳回过神来，就拿着柴刀走了出去。喊什么喊？叫魂呢你！这小子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看来这2袋小米你是不想要了。不过看在你那个漂亮媳妇的份上，先忍你这次。一提到秦薇，薛岩心里就痒痒的很。整个小东屯就属元芳的媳妇最有风韵，他来过好几次，想用粮食对他图谋不轨。可秦薇能吃苦，宁可啃树皮，也不要薛岩的粮食。小芳，你媳妇呢？咋还没出来？不出来了，媳妇不卖了，你回去吧。小芳，你跟我开玩笑吧？小米我都拿出来了，你别反悔啊！王小玲你不娶了吗？不娶了，我有媳妇，娶她干什么？元芳，你耍我是吧？告诉你，3天后发救济粮，你们村子就是我来发，你是不是不想要粮食了？姓薛的，我告诉你，媳妇我不卖粮食也1分不能少，你敢讹我1两，我要你1只手。这年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元芳一个连饭都吃不上的主。薛岩作为领导家的孩子，犯不上跟他起冲突。元芳，我记住你了，你给我等着。如果是上一世的元芳，可能就怂了，可能还会把气撒在秦薇身上，但重活一世还有系统在身，还能让这个小犊子给欺负了。媳妇，薛岩让我赶走了。刚才的话自己都听见了，可元芳还是那么混，不过这一次确实为了保护我。我知道光靠嘴上说很难让你相信我，但时间会证明一切。先去空间里看看。好肥沃的黑土地，这要是种点什么，媳妇肯定不会挨饿。媳妇，家里还有土豆吗？地窖里还有一些。太好了。元芳，你不能动那些土豆。元芳，你当真不是拿这些土豆和小米去讨好王小玲吗？
媳妇，我不会再和王小玲有什么瓜葛了，相信我。元芳哥哥，王小玲，秦薇，你都被卖了，还在纠缠元芳哥哥干什么？我和元芳哥哥早都约好了，把你卖了换2袋小米娶我的，只是没想到还多卖了那么多土豆。我本来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忽然反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不值2袋小米，你不配。元芳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呵呵，我的媳妇漂亮、温柔又贤惠，我怎么舍得？元芳，你耍我是不是？不娶我，那你拿着小米和土豆干什么？当然是下地种植。如今媳妇有身孕，我可宝贝得很呢。你算哪根葱？元芳，你当真没有卖秦薇？自然没有，自家媳妇心疼来还不及呢。你小子耍我呢是不是？你不卖秦薇哪来的2袋小米和那么多土豆？秦薇看到了这一幕，她连王小玲都不理了，这让秦薇很是高兴。试验田果然是真的，只要在外面种种子，空间里也能有一模一样的效果。外面的地要看天吃饭，空间里的可是不旱不涝，肯定能成，说不定成熟的更快。这下媳妇不会饿着了。哟，元芳下地了，今天没打媳妇啊？曲姐，我下地干点活，回见了。这元芳平日里张嘴闭嘴就是啷当话，今天居然这么文明，连个脏字都没有。她下地干活，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呵呵，我这媳妇应该是怕我把土豆给王小玲，背地里偷偷跟踪我吧。元芳，你饿了吧？我蒸了个土豆，你快吃吧。元芳在家永远都有饭吃，哪怕秦薇饥肠辘辘，也会给元芳弄点正经的饭菜，而不是野菜糊糊。媳妇，土豆你吃吧，你都好几天没吃正经饭了。这个男人真的变了，以前从来不管我，有时候吃不饱还会对我又打又骂。听话，就当是给我们的孩子吃的。快吃吧，媳妇，媳妇还怀着孩子，总吃野草身体肯定受不了。二来，媳妇的饱腹度太低，系统无法发放奖励。虽然有了试验田，但是不可能今天种下去，明天就收获。有了，根据上一世的记忆，小东屯的后山有好几处野鸡哦，大概位置还记得。现在天还早，晚上去掏几个野鸡蛋给媳妇补补身体，希望别出什么岔子。元芳没要土豆，秦薇将土豆收了起来，眼看要入冬了，能省一点就是一点，吃些野菜糊糊先将就下。媳妇别睡地上了，你过来，我这里暖和。他一向对我很嫌弃，有时想去炕头那里热乎热乎都会被抽耳光，还是算了吧，不用了，在地上睡习惯了。媳妇，快过来，不来我可生气了。好暖和。媳妇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喝醉酒了，钻了你的被窝。我知道这孩子是我的，以后呀，我一定好好弥补你们娘俩。秦薇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的啜泣，眼泪从眼角滑落，仿佛要把一肚子委屈发泄出来似的。过了好一会，元芳轻轻在他耳边问道：“媳妇，睡着了吗？”我不敢睡，我怕睡醒了你又和以前一样了。媳妇，你放心，我再也不会变成以前那个混蛋了。你早点睡吧，我去趟山里打猎，看看能不能弄点吃的。太晚了吧，山上太危险了。元芳好不容易变好了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我可没法活了。放心，你男人本事大着呢，我去看看有没有野鸡蛋或者是鸟蛋给你补补。那好吧，你早些回来。凭借着前世的记忆，元芳很快找到了野鸡窝，满满的一窝野鸡蛋，可把元芳开心坏了。好家伙，媳妇这下有口福了。收！这么大的动静，不会是熊瞎子吧？狍子竟然是傻狍子，可我这也没有带弓箭啊，这可怎么办？要能拿下他媳妇，一定非常开心。有了，于是我把猎物赶到村长父子布置的陷阱中，不要动静太大，惊动了村长家。爹，有东西掉陷阱里了。看，飞环，赶紧去看看。想不到村长父子俩也在山上掉进了人家的陷阱中，这说破天猎物也是人家的。收！爹，真有东西掉下去了。飞环，先去补一刀，万一掉下去的是猛兽，被反复一口就不好了。赵哥，别砍，是我呀，我是元芳。这大晚上的跑这来干啥？我这不是饿得慌，晚上出来找找有没有蘑菇。你傻，都不下雨，哪来的蘑菇？刚才是你掉下去的吧？这陷阱我们做标记了，你自己掉下去可不赖我们。没事没事，出点血，没夹到骨头。等等，这是畜生的血。元芳，你不会骗我们吧？你确定刚才这里没掉畜生？什么意思？有没有畜生？你们看不见吗？你让我搜搜身，我看你身上有没有东西。搜我身？你算哪根葱？你再跟我比划一个试试。元芳是村里出了名的犯浑，叫他一声赵哥是给村长面子，不然就叫他赵矬子。虽说村长一家名望很高，但元芳哪管那些，真要是惹急眼了，他连村长一起。元芳，你行了，就是个误会。元芳啊，天挺晚了，你赶紧下山吧。哼。儿子别生气了，他是混蛋，你能跟混蛋一样吗？刚才底下确实有畜生的血，但是他身上也没地方藏大货，最多就是个野鸡或者野兔子。爹，我听得真的，声音老大了，感觉像只鹿那么大。你这是想吃肉想疯了，真要是只鹿，那元芳这么快就能藏起来，他是神仙不成？这么大只狍子，肯定能把媳妇的饱食度填满了吧？只要把媳妇喂饱了，相信这系统会解锁更多功能。咦，那不是曲姐吗？不得不说，曲寡妇这身段，连元芳都忍不住会多看几眼。曲姐倒是有兴致，大半夜的跑树林里。咦，那不是梁儿子李平吗？元芳倒不是有意，只是他俩的位置是元芳回去的必经之路。不过看李平的样子，也不用等多久。发救济粮的时候，你可得想办法多给我一些。马上冬天了，你也不想我饿瘦了吧？你放心，跟了我你还能愁吃的吗？明天我给你带点牛肉干来。真的吗？那你多给我带一些，那东西好，
抗饿还解馋。元芳看了场大戏，想起了家里如花似玉的媳妇，心里难免有些小鹿乱撞，便加快了脚步。咦，肚兜，这是曲姐的肚兜呀，这东西算是个把柄，指不定啥时候就用上了。收。凭借着前世的记忆，元芳很快找到了野鸡窝，满满的一窝野鸡蛋，可把元芳开心坏了。好家伙，媳妇这下也有口福了。收。这么大的动静，不会是熊瞎子吧？狍子竟然是傻狍子，可我这也没有带弓箭啊，这可怎么办？要能拿下他媳妇，一定非常开心。有了，想不到村长父子俩也在山上掉进了人家的陷阱中，这说破天猎物也是人家的。收。爹，真有东西掉下去了。飞环，先去补一刀，万一掉下去的是猛兽，被反族一口就不好了。赵哥，别砍，是我呀，我是元芳。这大晚上的跑这来干啥？我这不是饿得慌，晚上出来找找有没有蘑菇。你傻，都不下雨，哪来的蘑菇？刚才是你掉下去的吧？这陷阱我们做标记了，你自己掉下去可不赖我们。没事没事，出点血，没夹到骨头。等等，这是畜生的血。元芳，你不会骗我们吧？你确定刚才这里没掉畜生？什么意思？有没有畜生？你们看不见吗？你让我搜搜身，我看你身上有没有东西。搜我身？你算哪根葱？你再跟我比划一个试试。元芳是村里出了名的犯浑，叫他一声赵哥是给村长面子，不然就叫他赵矬子。虽说村长一家名望很高，但元芳哪管那些，真要是惹急眼了，他连村长一起。元芳，你行了，就是个误会。元芳啊，天挺晚了，你赶紧下山吧。哼。儿子别生气了，他是混蛋，你能跟混蛋一样吗？刚才底下确实有畜生的血，但是他身上也没地方藏大货，最多就是个野鸡或者野兔子。爹，我听得真的，声音老大了，感觉像只鹿那么大。你这是想吃肉想疯了，真要是只鹿，那元芳这么快就能藏起来，他是神仙不成？这么大只狍子，肯定能把媳妇的饱食度填满了吧？只要把媳妇喂饱了，相信这系统会解锁更多功能。咦，那不是曲姐吗？不得不说，曲寡妇这身段，连元芳都忍不住会多看几眼。曲姐倒是有兴致，大半夜的跑树林里。咦，那不是梁儿子李平吗？元芳倒不是有意，只是他俩的位置是元芳回去的必经之路。不过看李平的样子，也不用等多久。发救济粮的时候，你可得想办法多给我一些。马上冬天了，你也不想我饿瘦了吧？你放心，跟了我你还能愁吃的吗？明天我给你带点牛肉干来。真的吗？那你多给我带一些，那东西好，抗饿还解馋。元芳看了场大戏，想起了家里如花似玉的媳妇，心里难免有些小鹿乱撞，便加快了脚步。咦，肚兜，这是曲姐的肚兜呀，这东西算是个把柄，指不定啥时候就用上了。收。天哪，元芳，你背的是什么？是只狍子。媳妇，一会咱们开荤。这么大一只狍子，你哪弄来的？我在山上遇见了，然后撵进了村长家的陷阱里，咱们低调点，别让人发现了。来，媳妇，先饱餐一顿，剩下的拿一半熏成腊肉，另一些晒成肉干给你当零嘴吃。他本以为元芳会拿着肉去讨好王小玲，听到这些话，秦薇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。看来自家男人真的回头上岸了。上一世怎么就眼睛瞎了？放着这么漂亮的媳妇不惦记，却惦记那个王小玲。媳妇，以前你受的苦，我一定加倍弥补你。元芳，你出来下。王小玲来找你了。俗话说男追女隔重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在秦薇看来，元芳之所以放弃王小玲，是因为她的要求太高了。可要是王小玲什么都不要，元芳还能扛得住吗？什么事？元芳，你是不是看见昨天我和薛岩说话了？你别误会，后天就发救济粮了。我只是问问这件事。你爱跟谁说话跟谁说话。王小玲，我跟你说清楚，我有媳妇，你别总来找我。你不怕人说闲话，我还怕呢。王小玲之所以抓住元芳不放，是因为她太听话了，要啥给啥，这样的舔狗可不好找。元芳，你想好了吗？你要是说一句想好了，咱们俩以后就当没认识过。你别想再让我跟你说一句话。秦薇也不想让他们说那么多话，于是推开门喊道：元芳，饭好了。元芳，你炖肉，你哪来的肉？我哪来的肉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你给我盛一碗，我就不生你气了。还不生气？我马上都让你给气笑了。我用得着你原谅吗？这肉是给我媳妇补身子的，你算老几？上一世被你炸得快窒息，这一世我要给你一点好脸色，我都不姓袁。元芳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从今往后咱俩谁也不认识谁。我要是再跟你说一句话，我就跟你姓。秦薇宝石度加5，试验田生长速度加5%，奖励北山地图1张。元芳欣喜若狂地看着地图，上面标记的红点就是猎物的位置。我带着空间系统重生了，喂饱媳妇后，系统奖励了我一张北山的地图，猎物位置都用红点标记了出来。可自己并没有武器，于是我找到隔壁陈哥，只要把弓箭借给我，并且结伴赶山，打到肉分2斤，每打到给5个野鸡蛋。陈哥一家爽快地答应了。可刚到半山腰，陈哥便走不动了，于是让他媳妇王玉陪我继续赶山。
他找了个理由就回家了。就在此时，系统触发了任务，目标王玉绑定成功，绑定对象王玉宝石度5，提高绑定对象宝石度可获得奖励。随后我给了他块狍子肉，可王玉刚准备吃的时候，山下传来了陈哥的惨叫声。果不其然，陈哥因为太虚，导致脚底打滑摔断了腿。陈哥，你安心养伤，打到猎物后我会多分点给你。小芳，今晚还去赶山吗？没有弓箭和你家来福的辅助，我一个人不太好办。况且你家来福又只听御姐的，这下麻烦了。谁愿意让自家媳妇和一个男人半夜上山林中打猎？可这系统偏偏绑定了陈哥家的媳妇，这好办。王玉，你晚上牵着来福和小黄一起上山吧。王玉听后白了陈容貌一眼，可在这饥荒年代，为了一口肉，不情愿又如何呢？深夜，元芳和王玉爬到了半山腰，歇息间，元芳给了王玉一块狍子肉，王玉吃下后，饱食度立刻增加，系统也奖励了空间试验田的增长速度加 5%。玉姐，你这手这么白，一看就很滑。陈哥平时肯定心疼你，不咋让你干活吧？你小子是在调戏姐吗？嘿嘿，就陈容貌那个德行，好吃懒做，啥都我干，啥都他吃。今年到现在唯一的一口肉还是你给我吃的。随后两人来到了红点附近的位置，果然看见了野猪。元芳，野猪，这野猪看起来至少400斤，就算有猎枪也很难干掉这头野猪。元芳，怎么办呀？先趴在这，等大的出去觅食，咱们抓小猪，找到窝点就不着急了，回头带着枪来再收拾大家伙。待着也是待着，王玉便开始跟元芳闲聊了起来。元芳，村里人都说你是混蛋，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你？玉姐，那你看我像混蛋吗？不像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真要是混蛋，能把好吃的给别人吗？嘿嘿，说不定是我惦记你，想钻你被窝呢。少调戏姐，你真要有这想法，姐下次就不跟你来了。玉姐，可不光我有这想法，你每次出门，村里的老爷们可没少盯着你看。呵，他们是有贼心没贼胆，你可倒好，啥都敢说，还敢这么逗我。王玉虽这么说，可是心里对元芳倒是改观了很多。那些老爷们光惦记也不付出，至少在元芳这吃了狍子肉和鸡蛋。别说那些老爷们了，就这一点已经超过了自家男人。姐，机会来了，让来福准备。来福准备了，看，真是一条好狗，有了来福，打猎绝对事半功倍。只可惜是人家的狗。此时元芳心里忽然有个邪恶的想法，要是把这小媳妇拿下来，岂不是连人带狗都归他了？玉姐，让来福去追往东跑的猪仔，我们去打另一只。来福，快去！山脚下，村长赵龙和他儿子赵非凡听到了山上的动静。爹，我听见山上有声音，是不是有人抓住什么东西了？走，上去看看。爷俩顺着声音很快找到了猪窝，赵非凡惊喜无比。爹，这小猪仔虽然没长大，但至少也得有20斤，野猪肉可比野鸡什么的肥多啊，这质量不可同日而语呀。这不知道是谁打的，管他呢，现在没人要就是我们的。赵龙虽然觉得有些不妥，但儿子已经将那猪仔拎起来了。就在此时，忽然一道风声袭来，儿子小心呀，东西放下。猪仔是我捡的，凭什么放下？他们说山是公占地了，打到的猎物就得充公。然而就在纠缠不下中，元芳，你媳妇出事了。钟伯，我媳妇怎么了？竟有此事！一句话别让我重复第2遍。1、2、3。儿子，快把猪仔还给他！哼，玉姐，这几只猪仔拜托你了。元芳，别把事闹大了。薛领导，我来领粮食。薛岩来这个村子发救济粮，就是因为元芳和秦薇。上次元芳说好的2袋小米把秦薇卖给他，结果不但反悔了，还对他动了刀子。这口气薛岩就等着今天出呢。你们家不符合领救济粮的标准了？怎么不符合了？结婚证能拿出来看看。没有结婚证你们就住在一起，你俩这叫非法同居。粮食给不了你回去吧。下一个，还在这干什么？我都说了，你俩没有结婚证就是非法同居，而且你俩结婚才2个月吧？你看看你的肚子都起来了，你这不是结婚前就有了吗？你这叫未婚先孕，伤风败俗啊！这要放旧社会那是要进猪笼的。如今还想要救济粮，不把你们游街就算不错了。薛领导，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？我们农村结婚拜个天地就成了，去哪领证啊？你问问这村里的谁有结婚证，还非法同居？别总给我们妇女扣帽子行不行？甄玉兰，你多管闲事是不是？那行，你家的救济粮也没了。没就没，老娘我还不要了。我要是吃不上饭，你看我去不去县里告你的状？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，想要粮食也行，一会坐我自行车，我带你去树林里把手续办了，不但有粮食还有肉给你吃。薛岩刚想伸手去搂秦薇，一道箭矢射了过来。薛岩，你再动手动脚试试。元芳一出现，秦薇立马像是有了主心骨一样，站在自家男人旁边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元芳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，你们俩就是没手续，没手续就不是一家的。救济粮我给不了，这是王八的屁股。规定，今个就是说破天，这粮食你也拿不走。姓薛的，你信不信？今天这粮食我还非得拿走不可。嘿嘿，我不让你拿，我看你敢拿。我也懒得和他怄气，倒不如让李萍来治他。这不是屈寡妇的肚兜吗？那天找了半天没找到，
原来被他捡走了。肚兜捡走不要紧，主要担心他和屈寡妇的事被公开。李平爸虽是一把手，但他老丈人可是市里的大领导，这一家子能飞黄腾达都是靠他岳父一家。这要是让他媳妇知道他和屈寡妇的事，那就彻底废了。此时屈寡妇也在不停地给李平使眼色。都住手！干什么呢？这像话吗？这小伙子说的不错，农村这边不比城里，没有结婚证很常见，这个不是不发就计粮的理由。你领粮是吧？平哥，废什么话？给我滚一边去！李平他爹是薛岩他爹的顶头上司，薛岩自然不敢跟他造次。他为什么要帮元芳？他们以前也不认识啊。我媳妇肚子里还有一个，我们是3口人，得领2份。你他喵别得寸进尺！闭嘴，给他拿！元芳将粮食接了过来，随后又拿了2袋，直接递给了张玉兰。张姐，我帮你拿一下。谢谢元芳。元芳，快来拿你的猪仔。一听到猪仔，村民连粮食都不领了，齐刷刷的跑了出去。